第93章被女孩扑。年关难过，要离开深圳比我想象的还难。到元月下旬，很多人都找我请假，手中有钱的兄弟也就罢了，我批个假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回家过年。但是我部门那么多新员工，总有囊中空空的。说句实在话，遇到这种情况我特别难受。我和高燕商量，问公司能不能给他们一点钱，人家要过年。高燕跟我讲，公司的钱能给得了吗？公司的每一笔钱都要按照规则使用的，你想给谁钱就能批，那还要行政总监干什么？高燕见我不说话，又道：陈斌，我发现你好像挺有钱的，私底下都给人借不少钱了吧？我说你能不能思想成熟一些？你部门的这些囊中空空的人，都是马上要淘汰的业务员，你给他们借钱，他们离开就不会再来，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你觉得你是聪明还是傻？我无言以对。高燕说的很对，我给人借了不少钱，反正一个人借500，我也借了2、3千放在04年不是个小数目，这些钱借出去要收回来难，而且大部分人过了年之后应该是不会来上班了，他们人都不在这里了，我怎么收账啊？关键还有一点，高燕说的对，那就是这些借我钱的人，他们未必会感激我，因为我这里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很失败的工作经历，说不定他们提到我就咬牙切齿，因为我没有帮他们赚到钱。我回顾我自己，如果当初没有在公司坚持住，别人在我面前提马从进，我肯定会那个魔鬼般的女人，咬牙切齿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能说出来，这就是社会的现实，道理我都明白，但是我实在是硬不起心肠来。陈斌，你的心软是没有道理的，深圳是个什么地方？这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，生存不下去的人被淘汰是必然，你能拯救得了谁？你还是想想先把自己拯救了吧。你这种泛滥的同情心不仅帮不了别人，反而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，在深圳任何幻想都会让人停滞不前，只有放弃所有幻想的人才能在这个城市生活生存。我觉得高燕像个哲学家，说的话是那么有道理。我总喜欢用自己的经历去类比别人，我觉得自己是在绝望中杀出来的，我就觉得别人也能够一样。现实的情况是处在绝望中的大多数人并不选择往前冲，而是直接放弃。还有，我总觉得要干好业务需要改变自己的灵魂，但是现实情况则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干业务的，比如石小刚，这小子本来是干技术的，他转业务部只有2个月，现在人家已经干成高商了。月初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这个月要冲绩销工，人家就是这么牛逼。我被高燕教训了，便决定不借钱了，反正年底了，混不下去的基本要走人。等春节之后，我又会重新招聘新人，如此周而复始，如同大浪淘沙。我每天都加班到比较晚，一般来说，员工下班之后，我还要把部门的单进行一次细致的梳理。以前我干业务员的时候很羡慕经理，现在我干经理之后才体会到一个人带几十个人的团队，那真是又当爹又当妈，特别辛苦，尤其是一些关键的单，必须要梳理把握清楚，晚上就要想出策略来，不行的单子需要说服业务员第一时间放弃，对有把握的单子，我必须给他们制定详细的逼单方案出来，甚至有时候我还要亲自出马。那天我加班又比较晚了，我在办公室点了一支烟抽，门口忽然有人敲门，我愣了一下，道：进来，陈经理。我看到门口站着一个女孩子，女孩面容姣好，亭亭而立，我肯定认识，但是不是高燕部门的，我乍一下想不起名字来。其实我和高燕2人招人，基本都是统一面试的，干我们这行新员工招聘最关键，招聘的新人转化率高，事半功倍。我刚干经理那阵就吃了不会招聘的亏，招进来的人转化率太低了，我花了很大的代价培训他们，结果他们业务干不成跑了，我的心血白费。我是袁朵。女孩道：我想起来了，这女孩好像还只有18岁，我看过她的简历，好像中专刚毕业就出来打拼，家庭背景好像还是单亲家庭。我马上笑道：哦，对，袁朵，小美女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袁朵走进来，关上了门，跟我讲：陈经理，你能不能给我借点钱？我直接懵逼，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在此之前，我已经下定决心再不给人借钱了。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想着要怎么拒绝。我说：袁朵，你怎么不去找你们高总呢？袁朵抿着嘴唇，一句话不说。他走到我面前，道：陈经理，我不白找你借。我盯着他，有些不明所以。袁朵却忽然把自己的衣服掀开了，一头扎到了我的身上。我大惊失色，道：袁朵，你干什么？袁朵抿着嘴唇不说话，脑袋像穿山甲似的钻到了我的衣服里面。现在虽然是冬天，但是深圳并不冷，我们都还只穿2件衣服。这么一个妙龄的女孩，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情况下扑我，说句实话，我真的感到难以抵挡。我毕竟才23岁，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，小姑娘怎么能拿这个考验领导呢？不过我终究还是理智占了上风。袁朵，你要借多少钱？袁朵这才把脑袋抬起来看着我，500可以吗？我原本没有打算回家，但是我妈妈病了。我看到女孩满眼都是泪水，
却拼命的忍着不哭。我觉得自己的心脏上像是被人开了一枪一般，特别的难受。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，家境稍好一点的谁不是被父母爱着宠着的？就这么一个小女孩子，就像邻居家的小妹妹一样，她却要被逼着干我们这种不要脸皮的工作，干了1个月颗粒无收，还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借500块钱。这他妈的，现在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操蛋啊！